在海外最大的问答网站 Quora 上，外国网友提问：中国为何在非洲建设铁路等基础设施？想象一下，你站在非洲某个熙熙攘攘的火车站，人群来来往往，有人在聊天，有人在交易，大家都在赶着登上一趟崭新现代化的火车。这不是巴黎，也不是纽约，而是肯尼亚的内罗毕。一辆干净、安静、现代化的火车缓缓驶入车站。这列火车改变了数百万人的出行方式，而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它由中国建造。那么，为什么中国要在非洲建设铁路呢？有些西方媒体认为这是中国的新型殖民主义，或者是所谓的债务陷阱，但真相真的如此简单吗？今天我们将带你深入了解这些铁路项目的背后故事，揭开隐藏的真相，看看这些项目如何影响非洲当地人的生活，以及西方媒体是如何误导观众的。要理解中国为什么在非洲修铁路，首先得了解中非之间的关系。非洲大陆有超过14亿人口，许多国家都在快速发展，但基础设施建设却严重滞后。几十年的殖民统治和资金不足，使得非洲的交通网络十分落后，影响了经济发展。中国看到了机会，一种双赢的合作机会。自2000年代初，中国启动了一带一路倡议，目标是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增强全球贸易网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网络。而非洲因为其巨大的潜力，成为了这一战略的关键区域。但这些项目不仅仅是关于经济的，它们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跨国的联系和新的机会。接下来，我们来看3个标志性铁路项目，深入了解他们在非洲大陆的实际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到肯尼亚，聊聊著名的标准轨铁路 SGR。这条铁路连接了东非最大港口蒙巴萨和首都内罗毕，是东非地区的关键铁路工程，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融资，中国路桥公司 CRBC 负责建设。该铁路于2017年5月31日正式投入运营，线路全长480公里，项目总投资约为38亿美元。在铁路建成之前，从蒙巴萨到内罗毕的旅程可能要花上超过10个小时，交通拥堵，道路状况差。现在有了 SGR， 旅途时间缩短了一半。这条铁路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它还改变了贸易方式。以前货物在蒙巴萨港口堆积好几天才能运输，现在只需数小时便能送达内陆。令肯尼亚人民欣喜的是，这条标准轨铁路还在继续延长。几年来 ，SGR 已经运送了数百万乘客和货物，极大地推动了肯尼亚的经济发展。那么，当地人如何看待这条巨大的铁路项目呢？像在内罗毕的手工艺品商贩阿米娜这样的小商户表示，铁路带来了更多的游客，提升了他的生意。以前游客很难去内陆，现在他们来的更多了，生意也好了许多。他说，然而，尽管带来了许多好处，西方媒体却经常声称 SGR 是所谓的债务陷阱，认为肯尼亚将因还债而陷入困境。事实却并非如此。肯尼亚政府通过谈判获得了有利的条款。数据显示，由于贸易和旅游的增加，经济收益正在帮助肯尼亚按期偿还贷款。这些复杂的事实往往被误导性的报道所忽视。接下来，我们来到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之间的新铁路项目。埃塞俄比亚是一个拥有超过1.1亿人口的内陆国家，急需一条通往国际市场的通道。这条铁路连接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和红海港口吉布提，将货物运输时间从数天缩短到几小时。亚吉铁路是非洲大陆的第一条电气化铁路，由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CREG 和中国土木工程集团 SEC 联合建设，线路全长752公里，其中埃塞俄比亚境内630公里，吉布提境内122公里。项目总投资额约为40亿美元。对埃塞俄比亚蓬勃发展的制造业来说，这条铁路无异于一条生命线。该国的纺织、电子产品等工厂以前依赖不稳定的公路运输，而现在有了快速可靠的铁路，这些产品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出口到世界各地。比如约翰内斯，一位亚的斯亚贝巴的工厂经理，他说，以前把我们的货物送到港口是一场噩梦，现在有了铁路，我们可以有计划地安排发货，这帮助了我们的业务增长。西方媒体常常强调埃塞俄比亚为这个项目借了大量外债，但事实上，由于铁路带来的经济增长，埃塞俄比亚已经提前开始偿还贷款。与西方媒体报道的情况相比，当地的视角展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现实。最后，我们来到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这里的阿布贾卡杜纳铁路正在改变当地居民的生活。这条铁路是中国与尼日利亚基础设施合作的重点项目之一，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 SEC 承建。线路全长186公里，连接首都阿布贾和北部的卡杜纳。项目总投资额为8.74亿美元。这条铁路不仅大大缩短了两地的通勤时间，还提升了乘客的安全性，因为以前的公路常常遭遇抢劫和袭击。对于像格雷斯这样的通勤者来说，这条铁路简直是他的救命稻草。
他是一名护士，经常在阿布贾和卡杜纳之间往返。他说，铁路又快又安全，还很实惠，现在我可以更方便地回家看家人，同时还能按时回到工作岗位。这条铁路是尼日利亚更大计划的一部分，目标是建设一条贯穿全国的铁路网，旨在通过改善城市间的联系，推动经济发展。西方批评者有时认为这些项目更多地惠及了中国而非非洲，但统计数据显示，尼日利亚的铁路像这样的基础设施改善对于非洲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正如非洲开发银行指出的那样，交通基础设施的提升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虽然中国从这些投资中获益，但非洲国家从中获得的长期利益同样不可忽视。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远没有结束，像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升级改造、拉各斯、卡拉巴尔沿海铁路等项目仍在进行中。这些项目的目标是创建一个贯通非洲大陆的交通网络，促进贸易和人员流动，前景广阔。除了项目本身，当地人又怎么看待这些铁路呢？调查和访谈显示，大部分非洲普通民众对这些新基础设施持积极态度。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的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这些基础设施是国家进步的一个重要步骤。当然，任何大规模的项目都不会没有挑战，建设延迟、偶尔的运营中断以及技术的适应期都是现实问题。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项目带来的发展前景远远超过了初期的不便。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在这一合作中并非被动的接受者，非洲各国政府、企业和工人都积极参与了这些项目的谈判和建设工作。数以千计的当地工人接受了培训，掌握了未来发展所需的宝贵技能。就在非洲人民热情迎接现代化铁路时，西方媒体和国家却对中国在非洲建设铁路抹黑宣传。你可能经常听到一种说法，中国正在利用这些项目把非洲国家推向债务陷阱，以此获取资源控制权或者施加政治影响。这些说法听起来很耸动，但往往经不起推敲。例如，债务陷阱外交这一说法大多基于对中国贷款协议的误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已经重组或免除了一些非洲国家的债务，在大多数情况下，非洲国家依然保留了对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此外，西方媒体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在非洲，西方公司在矿业、石油等领域的存在和影响远大于中国投资，但这些企业却很少受到同样的批评。重要的是，非洲的未来不仅仅取决于中国或任何单一国家，它将由非洲人民和他们的选择来决定。那么，为什么中国要在非洲修铁路？答案是多层次的。是为了贸易？没错。是为了扩展中国的影响力？当然。但更重要的是，这是关于互惠互利合作、经济发展以及改变数百万非洲人民生活的故事。仅以本博提到的铁路项目为例，蒙内铁路2017年开通运营，截至2023年，SGR 铁路共运送了超过1500万名乘客，货物运输量超过1000万吨。其中，货运量的持续增长促进了肯尼亚港口经济的快速发展。项目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为当地创造了约4.6万个直接就业机会，另有大量的间接就业机会。中国企业在施工期间对上万名肯尼亚工人进行了专业技术培训，并通过师带徒的方式提升了当地劳动力的技术水平。此外，肯尼亚经济增速因 SGR 项目获得提升，铁路带来的运输效率提高了贸易和旅游业的发展。根据肯尼亚政府数据，铁路运输每年为该国带来超过3.7亿美元的额外收入。亚吉铁路自2018年开始正式投入运营，截至2023年，累计运送乘客500万人次，货物运输量达到超过850万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为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当地创造了超过2万个直接就业机会。超过5000名当地员工接受了铁路建设和运营方面的培训。铁路的建成使埃塞俄比亚的出口能力大幅提升，尤其是制造业产品和农产品的出口增加了40%以上。同时，铁路运输成本比公路运输减少了30%，大大提升了国际市场竞争力。阿布贾卡杜纳铁路自2016年运营以来，客运量累计超过300万人次，并且大大缓解了当地公路交通拥堵和安全问题。项目建设期间，直接雇佣了7000多名尼日利亚工人。项目运行后，近1000名当地员工接受了铁路运营维护的系统培训。这条铁路对尼日利亚的交通运输系统起到了极大的改善作用，减少了地区间交通的时间成本，同时大幅提升了运输安全性，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截至2024年，中国在非洲的铁路项目累计投资约为450亿美元。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非和西非的重要交通枢纽，项目覆盖了包括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多个国家。
项目资金方面，约70%的资金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其他政策性银行的贷款，贷款利率通常在2%至3.6%之间，期限为15至20年，并配有5至7年的宽限期。这些项目的贷款多为优惠性贷款，部分贷款可以根据双方协定重新谈判或延期。在铁路建设过程中，中国出口了大量先进的铁路设备和技术，包括列车、机车、轨道铺设设备以及智能化铁路系统。中国在非洲的铁路项目中累计创造了超过50万个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已培训了超过15万名当地工人，涵盖了铁路设计、施工、运营、维护等多个领域。技术培训帮助非洲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推动了当地铁路运输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铁路建设带来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货物运输和人员流动的高效提升上。许多国家的货运成本下降了30%以上，同时跨国贸易的增长率大幅上升，改善了当地交通安全，减少了公路事故率，提升了城乡之间的连通性，并促进了教育、医疗和旅游业的发展。网友 Enos Franklin 说，非洲急需这种基础设施，因为非洲是基础设施最不发达的大陆。刚果等一些国家在其许多地区从未拥有过柏油路，而中国人正在修建柏油路以改善交通。网友 Billy Adams 说，作为一名曾在非洲国家工作过并亲身经历过道路、桥梁和基础设施糟糕状况的人，我可能比大多数人更有资格发表评论。基础设施差导致运输和物流成本极高，有时甚至达到天文数字。一些地区以前可以通过公路和铁路轻松到达，现在只能通过飞机到达，这也抑制了经济和就业增长，有时甚至导致增长和就业岗位减少。这不仅影响了工业、零售和采矿业，还导致当地非洲人无法获得工作、交通、商品和服务，也使本来就很少的可用资源变得价格高得离谱。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赞不绝口，但却很少对非洲的基础设施进行翻新或扩建。通过向政治精英提供一些国际支持，更容易有效地收买他们。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对非洲失去了兴趣，他们几乎不需要非洲提供钴和铬等资源，他们将资金花在国内会获得更多收益。令人惊奇的是，中国仅通过少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就为非洲带来了巨大的改善，例如交通运输成本低廉、经济增长和在非洲经商的成本大幅降低。如果事后由中国人管理，那么这种好处就更加明显了。对于普通非洲人来说，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意味着生活、居住、食物、工作、可支配收入和教育、医疗等服务，以及更实惠的旅行能力。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举措有利于普通非洲人民，值得称赞，因为它给非洲人民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西方国家或非洲政府的任何行动。没有任何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是完美的，但如果西方仅仅带着恶念评判他们，就忽视了他们对当地普通百姓带来的真实益处。中国在非洲的铁路投资不仅为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持，还通过技术转移创造就业和培训当地劳动力，带来了长期的社会效益。中国在非洲的角色是国际合作历史中的新篇章，而这些在非洲大陆上奔驰的火车只是一个全新开始。